嗨，你好，最近感冒发烧又多了起来，大家照顾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好像不知不觉，人们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就是世界这几年动荡的越来越具体化，离每个人都很近。正是因为这种未知的变动，我们更加着眼于自己脚底下的生活，更珍惜健康平安的每一天，也开始愿意了解自己的内在。无论如何，不管是动荡也好，和平也好，一个稳定的、强大的内核都会让我们自己获益终生，与家人和身边的朋友也会相处得更融洽。可是这个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在哪里？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它变得强大？一般的语境下，当人们表达出希望变得更强大的意愿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可能是觉得还比较弱小，想要去征服一些艰难的对象，或者承载更大的事情。我们尝试从这句话本身拆开来看一下，内心到底是什么心？是从一而终的初心，是临危不乱的定心，坚韧不拔的决心，还是怼天怼地的怨心？又或者是一个人待太久的无聊担心明天没钱花的烦恼，或者是想吃炸鸡又担心长胖的困扰，好像都属于内心的范畴。那么我们到底是希望哪个变得更强大？是这个坚韧不乱更强大，那个怨心更强大，还是这个担心明天没钱花的烦恼更强大？我们想要建立强大的内心，这个美好期望，离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好像越来越对不上号，越说越不对劲。因为这句话本身就似是而非，没有搞清楚内心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把我们的意识，也就是唯一不变的这个自己和流动的变化的心理过程混为一谈，没有分清哪个是真正的不变的自己，哪些是心理过程。我们可以尝试回答下面这个问题：我和我的想法有没有区别？ A. 没区别。 B. 我是我，我的想法是我的想法。 C. 不知道。选哪个？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就能脱口而出选 B， 我是我，我的想法是我的想法。而建立强大的内心这个立足点是 A 选项，我和我的想法没有区别，是一个东西。这个内心或者说内在世界是只有自己才知道，没有第二个人比我们自己更清楚自己心里的变化，想了什么，只有自己是第一视角的观察。同时这个观察者的身份，也就是意识，我们自己本身，如同摄像机一般，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、不设防的观察一切可以观察到的对象。而真正的自己，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化过，一直都是唯一一个你，不会今天是张三，明天是李四，也不会因为从3岁的身体变为30岁的身体而有什么不同。而真正属于心理的部分，人的心理就是大脑中出现的各种想法、念头、情绪、记忆、观念等等这些流动的信息流，每个人每天时刻都在经历。而这些信息流如同云彩，瞬息万变。人的意识和心理过程的规律已经表明，没有一种东西叫内心，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内心这种说法呀。之所以会这么说，就是因为含糊其辞，也不清楚这个内心到底是指的是什么东西，不知道它具体范畴。这个就是属于鸡汤还是假鸡汤，忽悠了很多人。当人们看到这种说法的时候，其实是无从下手的，只是感觉好像有点对，它有一点符合我想要表达那个意思。但是如果你要把这句话拿过来直接照做的话，就会知道无从下手了人们认为的坚韧、临危不惧，这些通俗意义上来说归纳为强大的特质，仅仅只是说这个人在此刻意识比较清醒，对设定的目标比较集中。意识不够清醒，对设定目标不够集中的人，容易在一件事情上妥协，更容易放弃。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好或者不好这个取决于人的立场和运用。因为同样的人对不同的事情，甚至同样的事情本来就会有不同的状态，
比如我们会看到弱小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也会绝地反击，胆小的人在为了自己的坚持的时候也会不惧强敌。上课打瞌睡的同学打起游戏来一样可以做到聚精会神。所以如何建立强大的内心，更确切来说是如何让自己清醒，让自己持续的保持最佳状态，不犯迷糊，提高意识清晰度。不管流行什么说法，我们需要判断自己在看什么信息，听什么内容，说什么话，是不是能清楚每一个名词的定位，它是什么，在哪里。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愿意开始自我探索这种人生大事的时候，真的不建议随便拿一个词就过来给自己打气，不要这样，因为真的无从下手，全靠自己那口气撑着。当我们对自己心里的弱有了感知，有了体验，这个是很好的过程。但是如果我们真切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先审题，可能会有很多书、文章、视频会告诉人们有5个内心强大的秘诀，8个变得强大的绝招来吸引眼球。但是金钱至上的社会，强不强的就看钱了，掌握了渠道，赚到了钱就会变强。而另一个平行线是恢复精神的清明，而精神清明，金钱会变成自利利他的工具，不再任其牵制。意识清醒可以通过正确的身心训练而获得，通过练习，身心柔软舒爽，日常逐渐变得意识清醒为主，外物的干扰逐渐降低，情绪的缓冲地带也会逐渐形成。反而这个时候不会再有期望变得强大的愿望。其实心理健康和预防并不难，非常简单，而且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，只是长期以来被各种信息误导，陷入了错误的方向，在不必要的地方浪费时间，又没有效果，并没有真正的探索和了解真实的心理是什么样子。心理如同身体健康一样，需要训练，需要每天放松全身，大脑安静几分钟或10几分钟，让不良心理停顿下来，如同清理电脑多余的缓存，恢复活力，焕发新生，而不是通过安慰、倾诉、发泄、劝人想开这种没有意义的空谈。明确了心理过程，每个人都是同样重复5大规律：连续、重复、惯性、临界点、激发。反复这些过程好像陷入纠缠不休的状态，只有安静下来、静下来，才能让5大规律的纠缠停顿，才会有缓一口气的空档。这才是预防和心理健康的开始。通过这些规律，利用训练找到关键点，稍微调整，就会获得清爽和持续的最佳精神状态。方法比想象的要简单，每天放松静坐半个小时就可以产生巨大的效果，而初期可以从几分钟、10几分钟开始。可能有人会说这就是冥想啊，已经存在了，但是这个是非常大的误解。冥想、正念是静坐的边角料，还会伴随很多各种各样的后遗症产生，因为静坐的练习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处处都有很多坑，掉进去自己也很难意识得到。只有放松全身的静坐，会经历9层不同的身心转变，层层不同的技巧细节，层层转变巨大。而这些方法并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，我们在无数的蛛丝马迹和实践中提炼。早在中国古代就有记录，吕洞宾在《太乙精华宗旨》当中记录了完整的静坐训练方法，被荣格带到西方，落成《精华的秘密》。《道德经》前16章也阐述了静坐的方法：致虚极，守静笃，抱元守一。静到一个深度，人的身心自然就会清爽。释迦牟尼老师也说过静坐的方法，也就是止观禅的身心训练，在《圆觉经》当中有非常完整的呈现。而解码这些经典需要身心对照着去看，身心做到了那个份上，自然的再看经典就会一目了然，不是靠理解，也不是靠逻辑推论而得出的，因为自己已经经历过，再看到同样的话，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太一样，再看就会一目了然。真正的静坐是华夏文明的根，
改变了无数经才绝艳的祖先们的身心。无论今天是大富大贵，还是颠沛流离，明天会发生什么都是不清楚的。意外就是会这么突然降临。有人说要做好职业规划，要做生活计划，却没人说人生无常。说了也没人在意，更没有人教过要如何应对。可是呢，做什么都会有可能出现突然的干扰，不是做不了，就是意外太多。生活就是这样子，或者称为运气。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些基本操作，调节自己，让自己清醒，面对变化，让自己时刻保持最佳状态。为的就是减少各种诱惑的牵引，减少各种糊涂事，减少各种情绪引发的问题。等到真的意外发生，不会火上浇油，不会让事态升级，降低风险的强度与力度，这样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。等到过了关节点，又可以开始让机会来临，又能更好的把握住。而人生的起伏有起有落，是不可能逃避的，如同打游戏必然面对关卡的大头目一样，只需要继续沉下心，做好练习。天灾难过，人祸通过正确的身心训练还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发生的。尽可能与人为善，不伤害他人，到最后还是保护了自己，不陷入没意义的纠缠中。虽然重物质贬精神是这个时代的主流特点，新的一年甲辰龙年，希望有更多的灵魂觉醒，因为回家的路一直都为你开启着。如果愿意继续了解健康心理的内容，对自己的心理状态也很关心，想要获取更多的关于身心训练的方法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